你是不是也发现，只要家里有长辈往生，我们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烧？为什么面对亲人的离去，总要伴随着熊熊的火光？闭上眼睛回想那个画面，灵堂外火盆通红，纸灰漫天飞舞，家属们红着眼眶把长辈生前的衣服、拐杖、老花眼镜以及纸扎的豪宅名车往火里送。我们总想，长辈去了另一个又冷又黑的世界，多烧一点，他们在那里就能过得安稳些了吧？这是一份朴素的孝心。但今天我想请大家静下心，问自己一个有点残酷的问题：那一盆烈火烧掉的，真的是往生者需要的东西吗？还是我们在烧掉自己心里的恐惧，以及来不及弥补的遗憾？很多时候，我们拼命烧，是因为对死亡未知感到害怕，也怕被亲友指点，说不孝顺。于是，排场渐渐成了一场给活人看的表演。老一辈常交代，生前衣物留着会带来晦气、触霉头，或让灵魂因执念徘徊。我们太需要宣泄的出口，总以为把东西烧光，这场告别就算完整了。但佛法告诉我们，生老病死是无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无论生前是王公贵族还是商场大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肉身就像穿破的旧衣服，终究要脱下。既然连最珍贵的肉身都带不走，灵魂又怎么会需要烧过去的布料与纸张？在老祖宗的智慧里，长辈遗物中有2样东西万万不能烧。谁要是糊里糊涂或怕晦气而丢进火盆，不仅没帮到亲人，反而会把家里累积几代的福报烧得灰飞烟灭，让家运衰退。这2样东西是什么？从佛法来看，生命的真相并非像传统以为的那样，在阴间也要花钱买房，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生前的豪宅存款在断气刹那通通归零，带得走的唯有你生前的善恶业力。这就如同灵魂深处的宇宙银行账户，存进善良慈悲，就有满满福报。决定灵魂去向的绝不是烧了多大的纸别墅，而是这账户里的余额。当灵魂准备轻装上阵前往新旅程时，家人却在背后把旧外套的破扣子、旧鞋子全打包塞过去。这对灵魂来说是帮助还是负担呢？家属执意烧掉物品，深层心里往往是为了消除自己的恐惧。即使是至亲，看到遗物难免觉得有晦气，怕做噩梦或触景伤情，干脆一把火眼不见为净。那把火与其说照亮逝者前行的路，不如说是安抚活人焦虑不安的心。整理遗物固然痛苦，但若因迷信晦气，将完好物品付之一炬，在佛法看来非常可惜。这引出了核心概念：惜福。弘一大师曾说，惜时、惜衣，非为惜财，本为惜福。人一生福报有定数，懂得珍惜才能滋养更久。把还能用的遗物烧掉，不仅浪费物质，更是损耗长辈勤俭持家积累的德行。除传染病必须销毁外，自然老去，长辈的遗物不该是禁忌。既然物质带不去，活人在，怕什么？老祖宗规矩里，第一样万万不能烧掉的，就是长辈生前睡的床。民间觉得病榻沾满死亡气息，留下太晦气，办完丧事便急着拆毁当垃圾丢。但我们用常理推想，许多老人在医院病床离世，医院会因此把医疗床烧了吗？当然不会，只会消毒后给下一位病人使用，从来没人觉得沾染晦气。那我们为什么会对亲生父母、阿公阿嬷睡过的床感到如此恐惧呢？说穿了，如果担心病菌，我们大可以把床板搬到大太阳底下曝晒，用专业的消毒水去擦拭。我们真正害怕的其实不是病菌，而是我们内心对死亡的无知，以及我们那颗无法安定的心。为了这份恐惧，我们毫不犹豫地毁掉一张床。但在佛法看来，
这不仅仅是毁掉了一件承载记忆的家具，更是对因果法则的一种误解。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名的佛教公案。在很久以前，有一位修行非常高深的老和尚，叫做金碧峰禅师。这位禅师的功夫非常了得，他已经修到了可以随时入定、心如止水的境界，连阎罗王派来的小鬼都找不到他。金碧峰禅师一生清贫，什么都不爱，唯独对皇帝御赐给他的一个紫金钵盂爱不释手。这个紫金钵盂做工精美，闪闪发光。禅师每次入定之前，都要把这个紫金钵盂擦得干干净净，小心翼翼地收好，然后才安心打坐。有一天，禅师的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了黑白无常来抓他。黑白无常到了寺庙，却发现禅师已经进入了甚深禅定，他的神识融入了虚空之中，根本找不到半点人影。黑白无常急得团团转，眼看交差的时间就要到了。这时候，土地公跑出来跟他们说：“两位差大哥，这位金碧峰禅师修行太高，你们是抓不到他的。不过，他虽然放下了世间的一切，却唯独放不下他那个紫金钵盂。你们只要去敲一敲那个钵，他心一动就会出定了。”黑白无常一听，立刻化作两只老鼠，跳到供桌上，把那个紫金钵盂弄得哐啷哐啷响。正在甚深禅定中的金碧峰禅师，一听到自己最心爱的宝贝发出碰撞的声音，心里猛然一惊，生怕钵盂被老鼠给摔坏了，赶紧出定来看。就在他出定的那一瞬间，黑白无常立刻上前，拿铁链咔啦一声套住了他的脖子，冷笑着说：“禅师，你的定力再高，终究还是被这一个紫金钵给牵绊住了。跟我们走一趟吧。”金碧峰禅师低头看着脖子上的铁链，再看看桌上那个闪闪发光的紫金钵盂，恍然大悟。他这才明白，原来自己修行了一辈子，最后却因为对一个死物起了执念，差点毁了千秋的慧命。禅师恳求黑白无常：“两位差大哥，请宽限我半炷香的时间，我处理完这件事，立刻跟你们走。”黑白无常看他是一位得道高僧，就答应了。只见金碧峰禅师走到桌前，拿起那个他爱了一辈子的紫金钵盂，高高举起，然后猛地往地上一摔，啪的一声，无价之宝瞬间碎成了千百片。禅师看着满地的碎片，放声大笑，随即再次盘腿坐下，进入了禅定。这一次，虚空中只留下他的一首寄语：“若人欲拿金碧峰，除非铁链锁虚空。虚空若能锁得住，再来拿我金碧峰。”黑白无常站在原地，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再也找不到禅师的踪影，因为禅师已经彻底放下了执念，获得了真正的解脱。这个故事听起来传奇，却也在演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长辈生前的床就像是禅师的紫金钵盂，承载了他们一辈子的回忆与汗水。我们总以为把东西丢了就是帮长辈放下执念，但其实真正执着于晦气与逃避的是我们这些活着的儿女。换个角度看，这张床不仅不能烧，还是一笔财富。在老祖宗传承的勤俭美德里，一张实木床往往能睡上一辈子，甚至传给下一代。乡下许多老人家睡的木床，早就被岁月盘得油光发亮，那是阿公的阿公留下来的百年宝贝。它见证了家族从贫穷到兴旺的历史，承载着祖辈勤恳的精神。你把它劈了当柴烧，等于刨了祖先留下来的根，烧断了家族的福气。我们再想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长辈留下的是一栋位于市中心价值千万的房子，且是在里面往生的，你会因为觉得晦气就把它当垃圾丢掉吗？绝对不会。儿女们甚至可能为了它争得面红耳赤，因为房子有巨大的市场价值，这时候大家就不谈晦气了。这种心态是不是显得既矛盾又功利？
佛法教导我们，物尽其用便是惜福。长辈的床若完好无缺，擦拭干净，留在家里当作客房床，或捐赠给需要的贫困家庭。当别人因为这张床有了温暖的依靠，这份善业功德就会自动回向给亲人。让物品继续发挥价值，才是真正的超度与积累福报。那么，除了床，这第二样万万不能烧的东西是什么呢？它比床更贴近肌肤，陪伴长辈度过无数寒冬黑夜，那就是生前盖过的被褥。在民间习俗里，被子谐音被子，象征着一辈子的安稳与家中的福运温度。回想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老人家盖的棉被多是亲手弹棉花，一针一线缝制的，那里面藏着母亲灯下缝补的慈爱与父亲盖被角的温暖。每逢家里办喜事，长辈总会精心准备新被褥，把最好的福气与平安传递给下一代。被褥是他们对这个家最柔软的守护。然而亲人离世后，这最温暖的物品往往成了忌讳。家属生怕旧被子残留病菌或往生者的气息，便在出殡那天毫不犹豫地连同衣服一起丢进火盆烧光，心里想着地下又冷又湿，把被子烧过去，长辈在阴间就有得盖，不受冻了。可是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如果是因为严重的传染病，基于公共卫生安全，我们妥善处理甚至销毁被褥，那是理所应当的。但如果是高寿80-90岁，一辈子没病没灾，自然老去的老人家呢？这种在民间被称为喜丧的福报，他留下来的被子上面沾满的是长寿与祥和的福气啊！你把这象征着一辈子福运的被褥给烧了，不就等于是把家里的福气给烧没了吗？你以为你烧过去的是温暖，但这把火真的能把被褥的温度送到另一个世界吗？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在佛教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经典公案——目连救母。我们中元节普渡的由来正是出自这个故事。听完这个故事，你就会明白，我们活人烧的物质对亡者来说到底是什么。佛陀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弟子，叫做目犍连尊者，大家通常称他为目连。在佛陀的所有弟子中，目连尊者的神通是第一名的，他可以上天入地，一眼看穿宇宙的各个空间。目连尊者出家修行，得了道果之后，心里挂念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自己已经过世的母亲。他想知道母亲现在到底在哪里，过得好不好。于是目连尊者运用了他的天眼通，开始在六道轮回中四处寻找。结果他在极其痛苦的恶鬼道中看到了自己的母亲。那一幕让这位神通第一的尊者心痛的几乎要碎了。他看到母亲因为生前极度贪婪吝啬，不肯布施，还毁谤三宝，死后承受了极重的恶业。他现在变成了一个恶鬼，肚子大得像一座山，可是喉咙却细得像一根针。他每天都在忍受着烈火般的饥饿与干渴，四处游荡，却连一滴水、一粒米都吃不到，全身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目连尊者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看到母亲受这种苦，他眼泪直流。他立刻运用神通，变出了一钵香喷喷的白饭，飞奔到恶鬼道，双手将这钵饭捧到了母亲的面前。恶鬼道的母亲看到食物，饿得发狂，立刻伸出干枯的手，抓起饭团，拼命地往嘴里送。可是就在饭团即将碰到他嘴唇的那一刹那，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晶莹剔透的白饭瞬间化成了通红的燃烧着的火炭。母亲不仅吃不到，还被烫得痛苦哀嚎。目连尊者在一旁看了，痛哭失声。他空有天下第一的神通，他能翻江海，能移星换斗，却连一口饭
都喂不进自己母亲的嘴里。带着极度的悲痛与无力感，目连尊者赶紧回到佛陀身边，跪在佛前，哭着问：佛陀啊，为什么会这样？我明明给母亲的是白饭，为什么会变成火炭？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给母亲实质的温暖和饱足？佛陀慈悲地看着他，说道：目连啊，你的母亲生前造下的业力太重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神通力就可以改变的。对于业力深重的亡灵，阳间的物质是无法直接传达给他们的。你给的白饭，因为它自身的罪业，在他眼中就会变成烈火。佛陀接着告诉他解决的方法：你必须在7月15日，也就是僧众结下安居圆满的这一天，准备100味饮食，供养十方清净的僧众，借由这十方僧众清净修行的巨大功德力，为你的母亲祈福回向。只有依靠这股强大善业力量，才能化解你母亲的恶业，让她脱离恶鬼道的痛苦。目连尊者听了佛陀的教导，立刻照办。果然，借由供养三宝的清净功德，他的母亲终于脱离了恶鬼道的苦难，升到了天界，享受福报。这个故事简直是我们现代人的一面镜子。在亲人过世时，我们是不是也像当初焦急的目连尊者一样，因为怕长辈冷，怕他们饿，于是买了许多纸钱、纸衣，甚至把长辈生前最厚实温暖的被褥也丢进火盆烧掉。我们以为火烧过去，长辈就能得到温暖，但是就像目连尊者送过去的那碗白饭一样，阳间的物质是无法直接穿透阴阳两界的。在没有实体的灵魂世界，他们感受不到布料的材质，也收不到燃烧的纸灰。如果不明白因果，只是盲目的烧，那些被褥与纸扎对亡者来说，不仅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灰烬，甚至是一种执念的负担。佛法告诉我们，想让往生的亲人真正得到温暖，靠的绝对不是烧东西。如果被褥还干净完好，请把它清洗曝晒，以父母的名义捐给孤儿院、养老院，或偏乡连一条厚被子都买不起的贫困家庭。当孤苦无依的人在寒冷的冬夜里盖上这床被子，感受到救命的温暖时，这份雪中送炭的善业会立刻在宇宙中转化为无量的功德。这股功德的暖流会精准无误地回向到父母的灵魂深处，那才是真正能让他们离苦得乐的保暖神医。把买纸扎、办铺张丧礼的钱省下来，以长辈的名义去帮助有难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救母，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孝道。明白真正的超度是放下物质的执着，用慈悲的善行来转化业力，把长辈的被褥捐出去，将无名恐惧化为助人的温暖，这就是大智慧。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总是在亲人离开后才千方百计地寻求补救，花大钱请法师做法事，四处打听风水宝地，在灵堂前哭得撕心裂肺，后悔生前没有多陪伴。其实佛法里有一句非常震撼人心的话，叫做堂上有佛2尊，懊恼世人不识。意思是我们每个人的家里都端坐着2尊无比尊贵的活佛，只可惜世间的凡夫俗子常被无明蒙蔽双眼，认不出他们。这2尊活佛是谁？正是生我们、养我们的父亲与母亲。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在佛门里流传很广的真实故事。有一位叫杨菊的居士，他非常虔诚，一心向往佛法。有一天，他听说四川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那里有高僧大德，甚至运气好的话，还能亲眼见到菩萨显灵。于是杨菊辞别了家里的老母亲，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发誓一定要去峨眉山拜见活菩萨。他走啊走，经历了无数的艰辛，终于来到了峨眉山下。在那里，
他遇到了一位看起来仙风道骨的老和尚。杨初赶紧跪下顶礼，问道：“老法师，弟子一心想求见普贤菩萨，请问菩萨在哪里？我该怎么做才能见到他老人家？”老和尚看着他，微微一笑，说：“年轻人，你与其千里迢迢来这里拜菩萨，不如直接回家去拜活佛。”杨泽一听，愣住了：“活佛？我老家哪有什么活佛？请老法师明示，这位活佛长什么样子？”老和尚摸着胡须，意味深长地说：“你现在立刻往家走。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如果看到有一个人身上披着反过来的衣服，脚上穿着左右颠倒的鞋子出来迎接你，你记住，这个人就是你要找的活佛。你只要好好供养他，你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杨九半信半疑，但他不敢违背老和尚的指示，只好收拾行囊，踏上了回乡的路。这一路上，他心心念念都在想着那位披衣道济的活佛。走了1-2个月，当他终于回到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他满身疲惫，上前敲响了家门：“娘，我回来了，快开门啊！”他的老母亲自从儿子离家后，每天都在菩萨面前祈求儿子平安。这天深夜，他本来已经睡下了，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朝思暮想的儿子的声音，老母亲高兴得简直要发疯了。她从床上一跃而起，也顾不得点灯，抓起衣服随便往身上一披，鞋子也来不及看正反，套上脚就跌跌撞撞地跑去开门。大门咿呀一声打开了，借着清冷的月光，杨彻抬头一看，站在他面前的正是他满头白发的老母亲。只见母亲因为太过着急，衣服是反披在身上的，脚上的鞋子也穿得左右颠倒。这一瞬间，峨眉山下老和尚的那番话像一道闪电劈进了杨格的脑海里。身上披着反过来的衣服，脚上穿着左右颠倒的鞋子，这个人就是你要找的活佛。杨继顿时恍然大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母亲的双腿嚎啕大哭。他终于明白，原来自己苦苦寻找的菩萨根本不在遥远的峨眉山，而是一直在家里默默地为他牵肠挂肚、无怨无悔付出的老母亲啊！从那天起，杨渠再也不去远方求神拜佛了，他留在家里，把老母亲当作真正的菩萨一样，竭尽全力的孝顺侍奉。后来他不仅自己修行有成，整个家族也因为他的这份大孝兴旺发达了几代人。这个故事是不是很让我们汗颜？我们现代人是不是也常常犯和杨柱一样的毛病？我们每逢初一15，买着最贵的水果，点起最粗的香，跑到庙里去挤破头，对着泥塑木雕的佛像磕头如捣蒜，祈求菩萨保佑我们升官发财，保佑我们平安顺遂。可是回到家呢，面对满脸皱纹、行动迟缓的父母，我们却连一点点耐心都没有。父母耳朵背了，听不清楚我们说话，我们就大声吼叫。父母问了几次同样的问题，我们就嫌他们烦，甩脸色给他们看。佛陀曾说，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善不会大过于孝。一个对自己父母都不孝顺，动不动就恶言相向的人，他的心肠是冰冷的，是与佛的慈悲心背道而驰的。故而这样的人，就算跑到天涯海角，拜再多的佛，烧再高的香，捐再多的香油钱，也难以得到佛菩萨真正的加持。因为佛门里常说一句话：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什么是风水？很多人以为风水是罗盘上的方位，是祖坟坐落的龙脉，是家里摆放的貔貅和水晶阵。但其实这世间最大的风水根本不在外面，而是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对待父母的态度里。一个有福报的人，一个懂得感恩和孝顺的人，他充满了和气与慈悲。他无论走到哪里，无论住在一间多么破旧的小屋子里，
那里都会变成好风水，因为他的善念会改变周围的磁场。反过来说，一个没有福报的人，一个自私自利、对父母不孝的人，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都是怨气与暴躁。就算你让他住在皇宫里，住在那种请大师看过的顶级风水宝地里，最后也会被他败得一干二净。福报不是求来的，更不是在亲人死后抢着争遗产、抢着烧纸钱换来的。福报是自己一点一滴修来的。在佛家看来，有一种方式增福消业最快，那就是孝顺父母。父母是世间最大的福田，你在这块田地里种下善意、耐心与陪伴，你收获的将是整个家族的安宁与自己一生的顺遂。与其在父母离世后花大把钞票去远方寻找所谓的风水宝地，与其在灵堂前烧纸扎的豪宅、名车，企图买通阴间的鬼神，不如趁现在，趁那2尊活佛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好好的侍奉他们。不要等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时候，才在冰冷的墓碑前流下懊悔的眼泪。不要以为给父母钱就是孝顺，真正的孝是给予父母好脸色，是多陪他们吃一顿饭，是听他们把那句已经讲了800遍的陈年旧事再次耐心地听完。生老病死是谁也逃不过的自然规律，但爱与传承的福报却是可以跨越生死的。对父母好，不仅仅是尽为人子女的本分，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家庭，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积攒最深厚的福德。懂得孝顺与惜福的道理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究竟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些大智慧落实到每一天的行动里呢？六祖慧能大师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句话的意思是，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是要你躲到深山老林里去，也不是要你每天什么事都不做，只跪在佛像前敲木鱼。真正的修行就在你每天的柴米油盐里，在你每一次的起心动念里，在你面对家人时的每一个眼神里。为了让大家能把这份大智慧真正落实到生活当中，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3个非常简单、非常好执行的微小行动，不需要花半毛钱，也不需要去寺庙。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立刻就可以开始做。第一个微小行动，睡前3分钟的观心回向。每天睡前，我们常带着工作的焦虑或杂念入睡，这会让磁场变得混乱。从今晚起，当你躺平在床上，请先做3次深呼吸，放松全身紧绷，接着在心里默默想着父母的脸庞。若父母健在，请在心里对他们说：爸爸妈妈，谢谢你们，愿你们身体健康，安稳入睡，心无烦恼。若父母已往生，请想象他们身处祥和的光芒中，默默告诉他们：谢谢你们留给这个家的爱，我现在过得很好，请放下牵挂，愿你们得到真正的平静与解脱。这就是观心回向，不需要复杂的经文，这短短3分钟最纯粹的祝福，就是世间最强大的正能量。它能精准传递给父母，也能让你的心瞬间柔软，带着满满的福报进入梦乡。第二个微小行动，1周1饭的惜福练习。日常生活中，餐桌是最容易让我们累积或损耗福报的地方。现在物资丰富，随意倒掉饭菜，其实都在不知不觉中折损了福气。所以这个练习就从不浪费1粒米开始。下次吃饭时请专心一点，看着碗里的白饭，想想他经历的日晒雨淋与农夫汗水，夹起一口菜时，在心里默念：感恩这顿饭，让我有了生命的能量。在餐厅吃不完就打包带走，这不仅是节约金钱，更是对天地万物的敬意。当父母懂得爱惜食物，孩子看在眼里也会跟着学，这会转化为无形的家风。一个懂得惜福的家庭，
老天爷绝对不会亏待他们，好运与财富自然会源源不断。第三个微小行动，转念的和颜悦色，这或许最难做到，但功德也最大。我们常常有一种通病，对陌生人客气，却把最差的脾气留给最亲的父母，嫌他们动作慢，嫌他们唠叨。佛经说，对待父母最好的供养不是塞多少钱，而是和颜悦色。下次当你快忍不住发脾气时，请在心里按下暂停键，深呼吸一口气，告诉自己，他们会唠叨，是因为老了，也是因为爱我。把不耐烦的话吞回去，换上柔和的笑脸，轻轻说，我知道了，我会注意的。当他们重复讲着陈年旧事，不妨假装第一次听，笑着听完。你知道吗？当你忍住无名怒火，给父母一个温和的笑容时，累积的功德绝不亚于念10000遍阿弥陀佛，因为你用慈悲心化解了家里的负面磁场，这就是最真实的修行。这3个微小行动，睡前3分钟的观心回向，1周1饭的惜福练习，对家人的和颜悦色，看起来是不是都很微不足道？但请你相信，滴水穿石，只要你愿意从今天开始，哪怕只是做到其中一项，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平静，你家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和谐，你周围的善缘也会越来越多。因为福报就是藏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细节里。说到底，面对生死，我们真正要学会的不是如何办一场风光热闹的丧礼，也不是去纠结要烧多少纸钱才能尽孝，我们真正要学会的是如何放下内心的恐惧与执念。生命就像是一趟没有回程的火车，当亲人到站下车了，我们当然会舍不得，会流泪，但请记住，他们留下来的不应该只有悲伤，更不是那些需要被火化掉的所谓晦气，他们留下的是勤俭持家的精神，是一床旧被褥里的温暖，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爱与教诲。如果你现在正因为失去至亲而感到痛苦，或者因为曾经对父母做得不够好而感到深深的懊悔，请你一定要放下这份沉重的心情。佛法是充满慈悲与包容的，只要你从这一刻起愿意转变心念，愿意把对亲人的思念化作利益他人的善行，那么一切都还来得及。你的每一次惜福，你的每一次微笑，你捐出去的那一床温暖的被子，都会化作宇宙中最纯净的光芒，照亮亲人前行的路。他们并没有真正离开，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于你所积累的每一分福报之中。相聚是缘，能聚在一起听闻佛法，更是难得的福报。影片到了尾声，我想邀请荧幕前的你和我一起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的留言区就像是大家共同的线上道场，当无数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时，就能产生不可思议的正向磁场。现在请你动动手指，在底下的留言区为你健在的父母亲人留下一句愿父母身体安康平安吉祥，或者为你已经往生的亲人留下一句愿亲人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简单的打上4个字阿弥陀佛，或是随喜赞叹。当你写下这些话语的时候，你就是在为这个世界注入一份善意。这份强大的共振力量不仅能庇佑你的家人，也会为你自己带来无量的福德。好了，本期的影片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观看与陪伴。如果您也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按个赞，让更多人看见这份善念。也欢迎您点击订阅或者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分享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阿弥陀佛。